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少卿，我们所知道的全都跟您禀报了。阴兵借道之说由来已久，我们呢也只是听说，并无实证啊。对此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每逢雷雨天气，躲在家里不出门啊。那3天前，荆州府兵经过，可发现有何异常？没有。就不想知道王统军是怎么死的？鬼神之事，不敢瞎操心。好，那就待本官查清楚，破了这荒诞无稽的鬼神之说。我倒要看看哪路阴兵敢作祟。今天晚上借哪条道？我们走。今晚谁都不许睡。给你熬的药，保持距离。你要是喝了这个再不好，我得叫四娘把你给关起来。这管用吗？当然了。你还医好过谁啊？后院的马。知罪，受刑加身。家书，家属，而且应该是长安本地人。死因与王统军一样，都是利刃穿胸，死于失血过多。带回去，查验身份。昨晚这是怎么了？阴兵没见着，倒又死了一个。你们大家昨晚睡得好吗？跟你们一样，整宿没睡。风景不错嘛。四娘，这就是宝瓶谷了。第二个死者就是在这对面悬崖上发现的。以你的江湖经验判断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跑那么高的地方去杀人，真不嫌累。走吧，到山顶看看。我如果杀人，
绝不会选择这种地势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想死就给老娘多烧点儿！现在闹瘟疫，传染性很强的，一不留神，传完就是死城了。墙角也多撒点啊，还有地上。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生意刚有点起色，又没人来了。萨摩，又死哪儿去了？给我出来！四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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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后院吧，那2条猪啊，不行了，要不……不行，小白和花花是我亲手养大的，赶紧给我找兽医，必须给我治好了。萨摩格罗，人呢？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呀！哎，萨摩，过来歇会儿。哎呀，还是李少卿心疼人呐。第二个死者张大福是长安市郊的农民，家里还有几亩田，生活不错。还有，他7、8年前入伍打过仗。后面的你猜猜？原来跟过王统军吧？正是，后来负伤退伍了。我看过他的手，是惯用兵器的，而且武艺还不赖，当兵也不是小卒子。老大，武侯部送了一个人，可能和案子有关，暂时安置在樊舍的客房里。什么人？书生模样，现在昏迷着，说是差点死在宝瓶谷。哎，老大，慢点走，别磕着。书生模样。他们抓住你，然后呢？都对你做了些什么？审判呗。审判？你之前做过什么？还要劳烦阎王爷亲自审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从那路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一向清白做人，他们凭什么找上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看着挺斯文的，练过呀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再好好回忆一下，审判的内容是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当时吓傻了。啊！那些武场和判官就在我眼前晃着。什么判官？具体说。还能有谁？难道你们连地府的情形都不知道吗？太可怕了，都是鬼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不问了。你说，你之前走过那条山路？走过。那你能不能把那天的路线画下来？我想不通，打死也想不通。明明是很熟悉的老路，怎么就鬼使神差，一脚踏进了阴曹地府？他就是被吓着了，没什么大碍，让他休息休息就好。你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李少卿，秦某求见左卫大将军。这怎么看都是普通山路啊，来回就这一条路，怎么可能通到别地儿啊？说的也是啊，路就这么窄，就地演戏的话，也不可能。
到前面看看。李少卿，多谢了。我跟秦隐自荆州一别，距现在已经有7、8年未见了。秦某也常来长安，只是一介布衣，不便叨扰将军。读书人就是臭讲究。怎么，现在捡回一条命，想起我来了？啊，秦先生原来在黄将军帐下。当然了，当年我带着军队都是隶属荆州大本营的，诸位可不要小看了秦隐。多年前打东突厥的时候，他可是立过奇功的。哦，那秦先生后来是为什么隐退了呢？哦，秦某胸无大志。他的大志啊，就是他的书画文章。怎么样，秦隐？这次在我的府里多住上一些日子，抽时间咱们切磋切磋如何？黄将军，恐怕不方便。为何？秦隐是案子的关键证人，我们需要他随时配合调查，还望将军见谅。大人，全城搜了一遍，没找着人。偌大的长安城，你们2天就搜遍了？你们左侯卫就是这么办差的啊？继续找。是。见没见过这人？站住！没见过。走吧。李少卿，你们在贴什么呢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无可奉告。走。都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！让！近日，长安城内疫病蔓延，民众外出务必遮住口鼻，如有咳嗽、发烧等症状，应尽早报官，紧速隔离。知情不报者，必依法论处。四娘，给我！老娘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差了，这个月月钱先停发啊，等疫病过去再做打算。王延庆和张大福3个人都在保平谷误入阴司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很明确，都曾经在黄显忠帐下效力，参加过对东突厥的几次作战。7、8年前，东突厥和大唐常起冲突，但规模都不大。我前2天去兵部查档案，陆明好像还不太愿意配合。陆尚书这个人不好打交道，之前他可3番2次找我拉关系，这会儿怎么突然像换了个人？我说你怎么看谁都可以啊，李少卿，人活着不是为了破案子，你放松点儿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这个秦隐好像有什么瞒着我们，不妨再审审。磨蹭什么？还不快招！别逼我们动大刑！招什么呀？我知道的早就说了呀。我劝你啊，能写的就赶紧把它写完。那哥们儿啊，就爱使用暴力，他就希望你啥都不说，好对你用刑哦。你别说了，求求你了，叫我闭会儿眼吧。没问题啊，只要你肯把这份供状写完，我们准备了很舒服的床榻，你就可以美美的睡上一大觉。少来这一套，老子好歹也曾在军中服役，有种你们就折磨死我吧。最近朝中不太平啊，兵部的陆尚书和左卫大将军针锋相对，明里暗里拉拢各派势力，朝中百官人人自危呀。他们也找您了？
尚书找过我，一直想试探我对诸位朝臣的态度，为什么又不肯明说？我看他恐怕是掌握了什么证据，否则绝不敢贸然出手啊。他也找过李少卿。哦，绍兴陆尚书来访。请他进来。李少卿，陆某不请自来，冒昧了。陆尚书，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贵干？来了解王延案的进展呢。荆州府统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兵部理当过问呢。以王统军的军阶，你们应该素未谋面吧？陆尚书，您真是有心呐。陆尚书，大理寺的特别案件，在未审理之前，都需要保密。哦，恕李某无可奉告。哦。打扰了，那本官先告辞了。李少卿，请留步。2天前，兵部陆尚书弹劾左卫大将军黄显忠，说他通敌叛国；而昨日，大理寺又奏请以诬陷、谋杀2罪捉拿陆尚书。你们2人乃是朕以为柱石之人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朕实在是颜面扫地。所以朕希望你们今天都说实话，在3司会审之前，让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臣有罪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陆尚书，你说黄将军通敌叛国，可有证据？这是一份已经画了押的供状，是黄显忠心腹手下孟云供出来的，上面详细的记录着6年以来，黄显忠与东突厥使者秘密接触，接受巨额的贿赂，出卖大唐军事机密的事实。臣知道空口无凭，臣已经把证人带来了。孟云现在就在殿外，宣他进来。传孟云觐见。草民孟云，拜见陛下。孟云，这供状是你亲笔所写，签字画押的吗？回陛下，是。你是黄将军什么人？我名义上是将军府的书吏，大概6年前开始替他处理机密事务，但据我所知，在那之前，将军就已经被策反了。因为从8年前开始，他就率领部下在边境与东突厥作战，实战时核，长期驻扎，和敌国细作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，逐渐被渗透。你要朕相信你说的话，可是要有实在的凭据啊！回陛下，有，这是从去年春天起，东突厥特使阿史那多莫送来的3封密信和2次交易的酬金礼单。
朕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个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向陆尚书供出黄将军？陆明请罪。臣是在3个月以前抓捕策反的孟云的，严刑逼供，才拷问出了真相。一派胡言！陛下，好了，陆尚书，我们听听大理寺的人是怎么说的吧。各位，陆尚书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成立的话，一个基本的条件是，证人孟云真实可信。但如果我们面前的这个孟云，他根本就不是孟云呢？什么？黄将军，你应该不会忘记，孟云有一个长相相同的孪生兄弟孟昭吧？8年前，他随同您征战东突厥，可是军中的一员大将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位到底是不是孟云？如果看脸认不出的话，还可以看手吗？孟云，他是一介书生，可这双是我刀枪的手，所以你是孟昭，是陆尚书找你来假扮孟云做伪证的。萨摩多罗，你是怎么知道两兄弟的事情？还有，何人为证？请陛下传证人秦隐。8年前，他曾是黄将军帐下的军师。传秦隐觐见。叩见陛下。秦隐，萨摩多罗的话可属实？回陛下，萨摩多罗所说句句属实。当时黄将军从军中挑出一支武艺高强的先锋队，孟昭就在队伍当中。他的确有一个孪生弟弟孟云留在长安，未曾投军。陆尚书，陛下，臣。陛下，这秦隐不仅是指证孟昭的证人，我们还通过他查出了宝瓶谷连环凶杀案的原委。快说来！这几桩所谓鬼谷阴司的案子，都是孟昭在陆尚书的帮助之下完成的。至于陆尚书为什么要帮他，是因为2人达成了协议，让孟昭假扮成孟云做伪证，以叛国罪扳倒黄将军。至于孟昭，他为什么要制造宝瓶谷的惨案？因为他要复仇。复仇？为什么事情复仇啊？那是7年前的一件军中密事，我们不眠不休审问了秦隐3天2夜，他才把事情说出来。这便是秦隐的供状。当时大唐和东突厥打了1年，战事焦灼，边患不断，于是朝廷秘密授意黄将军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潜入敌国，暗杀竭力可汗。但行动失败后，先锋队被俘。随后大唐却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，因为暗杀手段太过阴毒，一旦承认，便有损大唐国威。此举对于将来和邻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隐患。那些参与行动的将士们都……唯一一个活着逃出来的人，便是孟昭。所以孟昭的复仇心情情有可原。在宝瓶谷误入阴司的3个人，都是孟昭的复仇对象。王统领作为当年的指挥官，见风使舵抛下了部下，而秦隐是那次暗杀行动的谋士。至于张大福，当年也是先锋队的队员，后来假装负伤中途退出，最后还平安退伍。所以，孟昭设计地狱阴司的用意很明显，他就是要审判这3个人。而他最后一个复仇对象，就是黄将军，因为他是当年那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。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一切要从作案手法说起。受害者们都在熟悉的山路上莫名其妙走进地府，事后在原地却都找不出问题。这是因为凶手们紧挨着原路挖了一条等宽的岔道，再用同样的山石和植被做伪饰，引人走入岔路。借助烟雾，各种假扮的鬼神就忽然出现。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，受害者先被审判，后被杀死，然后丢在悬崖上。胸前呢，
就放着阴司的鬼符。到过左后卫3个小队外出执行任务，照这个人数和时间，足以在宝瓶谷修出条假路。路上说，这算不算证据呢？我派遣士兵是为了搜查孟云，我抓捕了他，拷问了他，但是他跑了。为了抓他，你甚至不惜制造假疫情，想让长安封城，以便瓮中捉鳖。找一个孟云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就是因为抓不到他，找不到他，我就没有证人呐，没有证人，所以你就承认他是假孟云了？证据还有，陆尚书，你酝酿弹劾很久了吧？最近终于要出手了，所以你在朝臣中走动的尤其活跃，明里暗里的拉关系，无非是想让更多人站在你这边。但秦颖死里逃生是个意外，你们没有想到，而他又知道太多内情，很可能会认出孟昭。为了确认此事，陆尚书特地把孟昭打扮成随从，带他来到大理寺，以询问案件进展为由见到了秦颖，发现他确实认得孟昭。之后孟昭就夜闯客栈，来到秦颖房间，想对他下手。幸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夏魔和秦颖就躲在院角，亲眼目睹了孟昭翻墙的全过程。没错，我就是孟昭。是我替袍泽兄弟们报了仇，是我审判了他们，他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。来人！只可惜，你还活着，黄将军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些士兵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还喝了你的壮行酒。但天下人不能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死。你知道，朝廷知道，太上皇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？为什么？陛下，臣。行了，除了陆明还有黄将军，其他的人都退下吧。草民告退，臣告退。陛下，臣。陛下，臣。黄将军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你不必自责。你的病刚好，先回家休养吧。啊，谢陛下，臣告退。谋杀、诬陷2罪并罚，丢光了朕的脸面。朕的身边不需要你这种乱臣贼子。陛下，行了。陛下，陛下。真是坏了我大事，陛下对李治信任有加，主上对此非常忧虑。属下明白了，一切放手去做，必要时，
是否可以？那就要看他离我们有多近了。如果顺着某个案子摸过来，就别再犹豫，杀！遵命，属下明白。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啊！爹，快去倒水呀！我难受啊，爹！公子，喝点水。爹！爹！杀了我！快去请大夫！快去请大夫！快！哎。不妨事，公子就是上火、热毒攻心，清清静静的饿几顿，再吃几帖清热降火的药即可。啊，好。公子还有些许痰湿，我有一古方正好对症。那谢谢陈大夫啊。蒲公英3000，地丁3000，板蓝根4000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公子他出事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我的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去把药铺的陈老儿给我找来，我跟他没完！我儿吃了你的药，转天暴毙，肚子长满了蛆，这是什么药法？好你个庸医，好你个18针！老爷，我儿跟你有什么冤仇？你下次毒手啊！金针杨氏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儿在这接上这医理，令郎暴毙，怎能怪到我的头上？不要拦着我！不怪你，怪谁？老爷，大理寺来人了。师傅，各位官人，凶手便是这个穷凶极恶的陈大夫，各位给我做主啊！赶紧将他缉拿归案呐！各位官人，我在此开医馆30年，不说悬壶济世、救人无数，至少对每一个病人也是尽心尽力。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，不要平白无故污了我清白。我污你什么清白啊？我儿子死了，在那躺着呢，我污你什么清白啊？你说是谁？够了啊！倘若他真是凶手，我们必定会将他捉拿归案。但没有证据，直接抓人，未免鲁莽。各位官人，还需要证据吗？我儿子就躺在那儿，几位上前一看，便一目了然。上前一看，便一目了然呐。走，走！你得让各位官人给我，你个庸医！你得让他们主持公道，庸医清白。师傅，杀人犯！谁是杀人犯？庸医！我是师傅。庸医！好了，你不要拦我了，我要个公道！行了，为什么？行了，哎，我说刘公，你先消消火。这人死不能复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其中缘由您跟我们讲讲，我们才好下定论，不是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儿忽然腹痛，吃了这庸医开的药方，然后我儿就……官人，一定要将此人严加惩处啊！官人，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各位官人，刘公子上火之症，我以金针刺其上心、神庭等穴，去火排湿。这些穴位并非药穴，我如何夺人性命？再说这汤药，我只负责开方，取药抓药的全是刘府的人经手。要说我的汤药有问题，刘公，应该问问你刘府的人才是吧？对啊，胡说！就是你，我府中仆人个个忠心耿耿，岂能有失主的事情发生啊？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我要怪到我的头上呢！我要问你！别吵了，刘公，药方和汤药还留着吗？在。来人，在，快去把药方和药渣拿来。双叶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？正如这个大夫所言，风府、内关等穴位有针灸的痕迹。不过这些并不是药穴，所以并不致死。其他的情况还需要带回去解剖了才能够知道。
药方上的药物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寻常药物，并且相互之间不会冲克。从药物的残渣来看，汤药里面并没有下毒的痕迹啊。各位官人，我倒要告刘公一个诽谤！你，我行医几十年的清白，岂容你污蔑？医馆还有很多病人在等我看医，如果要没有什么其他要事，我就告辞了。各位官人，刘公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线索？那刘公子平日里可有什么仇家？没有。他虽然行为放荡，可本性不坏呀，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。官人，你要明察呀！那一切还是等尸检之后出来报告结果再说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工钱怎么算？什么工钱？我陪你跑了1天了，白跑啊！萨摩多罗，吃的很香啊！吓死我了！你是鬼啊你！一天不打你上房揭瓦呀！四娘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四娘，现在已经不光学会了偷懒，而且还会撒谎。你的那些碗生了多少？什么呀？当我看见这个牡丹花的时候，就觉得必须给四娘戴上，因为四娘就跟诗里说的牡丹花一样，是若教结语应倾国，任是无情也动人。地摊货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去买的时候，金店老板说这是纯金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买这副耳环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掏光了，才买得起它，所以才每天跟着李少卿他们去办案嘛。干嘛？绝对是真的。哎呀，算你也是开了窍了，这回我就饶了你。哎，你知道，现在天也不太热，要不然你那些碗要是生蛆了，我弄死你！还不洗碗去，怎么还吃？天不太热，没法生蛆。萨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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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猜这是什么？刘公子肚子里的东西啊！什么味儿啊？这是老板娘，能不能管一管呀？哎，不是吗？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这什么情况啊？账还没结呢！客官，哎，客官，把账都给我结了呀！怎么回事啊？是萨摩。走！还想装是吧？我看到你把这个推给双叶了，是不是想把这个事情嫁祸给双叶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哎，你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你这样做对吗？仗义吗？好，是我，都是我干的。好，既然承认是你做的，所有的损失从你的工钱里扣。今天声音够冷清的。我刚刚替你挡了一刀。
刘公子胃里的残渣是马肉，而且是生的。那个蛆虫是从马肉里来的？不可能，现在还没到夏天呢，哪来的蛆虫啊？那就是马肉被人动了手脚。四娘，哪里能买到马肉的？臭小子，好吃好喝还不够，居然还给我惦记起了马肉是吧？想死吗？本朝一向重视马政，一应战马、伤马皆是登记在册，设幕间进行管理。如今边患未除，西北仍有战事，马匹是重要的作战物资，民间是禁止买卖的。那这马肉是……既然有登记在册，找卷宗，一查便知。哦，你们要的记录都在这儿了。多谢你了。生事不易保存，只需查阅刘公子去世前3天的记录就可以。可是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记录啊。没有交易记录，也没有马匹暴亡记录。难不成这马肉还能从天而降？难道是双月推断错了，线索断了？我已经仔细的对比过了，不可能有错，的确是马肉。哎，几位，我听说长安西郊有个黑马市，都是胡商，有乌孙的、大渊的、大肉汁的，哪儿的都有。他们贩卖一些西域奇珍，甚至还有大渊名马。对了，幕后老大是个胡商，叫伊塞克。哦。胡商可曾听闻近日刘家消息？没听说过什么消息啊？怎么，你听过什么消息啊？看来我要向你道贺了。这平白无故的，哪来的什么喜事啊？那个刘公子他暴病身亡。这消息当然，我听他家下人说，他肚子里长个蛆，破腹而出，死状凄惨。今天特意带来好酒好菜，就是为了向你庆贺的。听说你们是卖马的，有没有大渊马？多少钱？牵出来溜溜。官人要买马，那你得到木监处去。我们这儿怎么可能有大渊名马呢？别兜圈子了，我可是朋友介绍的。那官人恐怕是搞错了，我们这儿怎么可能有大渊名马呀？肯定是搞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姓刘的买的啊，我们家公子就买不得。你这不是狗眼看人低是什么呀？刘公子并没有在我们这里买过马，私下贩马可是犯法的。公子切勿听信坊间传言啊！我刚刚只说姓刘的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刘公子啊？再说了，我刚听你们在讨论刘公子的死讯，还说要一起喝酒庆贺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公子，他刚才说的是我们在陇西认识的牛公子，你可能是听差了吧？你这个地方虽然精心打扫，放置了熏香，可还是有3、5蚊虫，说明你酒肆附近必然是有一个牲口棚，否则的话，这些专盯牛马的蚊虫又从何而来呢？你说你没有贩马，敢不敢让我们进去搜一下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大理寺办案，你们若是配合，只需将违规的马匹上交，此外再不追究。若是不配合，你们私下贩马可是流放的罪名，看你们如何承担。是，我们有什么说什么，还望官人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你和刘公子有何恩怨？他的死跟你有何联系？官人明察呀，刘公子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。那为何听闻他的死讯，你的朋友会向你来道贺？不瞒官人你讲，我们确实是恨刘公子。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长安城，铤而走险做一些小生意，不就是为了养活家乡的妻儿老小吗？可是，在长安城内，他刘公子之辈，强买强卖，巧取豪夺，欺压百姓，欺行霸市。我们挣不了钱不说，这还搭进去很多呀，官人。然而刘公子肚中的马肉确实来自于你处，马肉中遍布蛆虫，不是你在里面动的手脚吗？官人，
小的平时也吃一些生的牛马肉，可你们看我现在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奇怪啊！有什么奇怪的？但说无妨。当年我在西域的时候，在一些少数部落见到过这种蛆虫，它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，像这个温度、湿度还有营养，如果这3个条件都不合适，绝对不会产生出这种另类。你的意思也就是说，这种东西本不该出现在大唐？对对对，确实如此。它们是寄生在牛、马、羊这类牲畜体表的寄生虫，叫做皮蝇，以吸血为食。每年天气冷的时候，这些虫潜入到牲畜体内产下幼虫，等到第2年天气暖和的时候，钻出体表，形成新一轮的寄生。听上去倒是挺残忍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刘公子的死和这些蛆虫脱不了干系。无伤，官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冤枉啊，官人！这个皮蝇跟我毫无关系啊！我要是能养成这个虫子，我的本事可以比肩伽罗师了。那我还私下里贩马做什么呀，官人？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可以跟我去我的马圈去看一看啊！官人，这就是我饲养牛马的地方。虽然蚊虫多了一些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。早知道就不来这里取样了。胡说什么呢？官人，这个就是前些天病死的马。这就是了，给你，还望官人仔细的辨认，还我一个清白呀！找不出来，找不出来，找不出来，这究竟是怎么死的呀？啊，死因是什么呀？我找不出来。双燕，怎么了？啊！我把这尸体里里外外的剖了个遍，就是不知道死因是什么。我带了些蛆虫样本，你看看有没有新线索。不一样，从虫卵到成虫，都有差别。这完全不是一个品种啊！看来那个胡商也并没有撒谎，那这线索就断了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跟着你瞎转悠一天，肚子还没填饱，脑子怎么转啊？哼，哼什么哼啊？还看尸体啊？再不吃饭，你也变尸体了。走，这个，这个。这个来4份，我再看一下。这个你给我拿5份吧。好，酱牛肉呢4份。好，再来个汤。不，这些汤都来1份。先来这些，快点啊！好嘞。别仗着少卿请客就不要命的点，他俸禄也不多的。照你这个吃法，早晚得垮。不给工钱，请吃顿饭怎么了？再说我这样呢，又能饱了口福。还能替樊社创收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三毛多罗，你干的好事儿！我干什么了？我可是按照菜单上最贵的点的。这顿饭下来的话，
能给你创收不少呢，可以抵我今天的工钱了吧？抵工钱？我给你工钱就是让你这样害我的吗？怎么了？看看你送我的耳环，你看看，活腻了吧？拿个假的来糊弄我啊？那今天老板都说纯金的，我怎么会知道会这样呢？肯定是你平时着急上火太多了。你自己的事情跟这个耳环没关系。哟，还睁着眼睛说瞎话！哎，别吵了，我这儿有个东西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线索，李少卿，走，查案子去。哎呀，快！老三，你猜的果然没错，这个刘府啊，确实有些古怪。我翻墙进去之后呢，我看了一下，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样子。但是我走到后院以后呢，我发现了一间上了锁的小屋。仆人呢端着新的贡品进去，把旧的贡品拿出来，然后他们又把门锁上了。端着贡品的话，一定是去祭祀，可为什么不在祠堂，非要在院后的小屋，还上锁？我好奇的也是这个，所以我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把门撬开，进去一看。里边立了个牌位，一个牌位有什么不得了的呀？怪就怪在他那牌位上没有写名字，或者有意把名字给抹掉了，牌位上只写了足年岁月和清溪二字。从生卒年月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个孩子，而且距今已有4年。不尽宗祠，难道这孩子是刘公的私生子？你怎么知道就不是刘公子的私生子呢？如果真是私生子的话，就算牌位进不了祠堂，也至少应该有个名字。清溪2字又作何解释呢？走。怎么样？你那有什么发现？这刘公跟吏部的孙元周素有争斗，两人都想抓住对方的把柄，所以两方都小心谨慎，怕被对方参一本。现在就刘公身上确实没查到什么，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挺奇怪的，前几天就是他来找你们断案的那天，宵禁了过后说是有急事要出城，去了城外的一个村子，名叫清溪。你说这宵禁了之后能有多大的事情？一个老人家自己要去城外。清溪，这清溪也太穷了吧，又脏又破，哪像在天子脚下？感谢老天爷，刘公子终于死了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恶有恶报啊！谁呀？你们是？大娘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呢游玩至此，有点口渴，想为您讨点水喝。哎，好，请稍等片刻啊。别光看吃的，看看那牌位。哦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牌位上的生卒年月和刘府那个一样？
大娘，您这灵牌是小儿。4年前失足坠崖了。哎，大娘，您节哀，身体要紧。那不打扰了。节哀啊。回去吧。哎，大哥大嫂，跟你们打听点事儿呗。这家房子跟别家不大一样啊。是啊，他家儿子出息了，4年前在剑南拜了师，现在正在当地当大夫呢。可是他儿子4年前不是坠崖死了吗？哦，你说的呀是他小儿子，我们说的呀是他大儿子。说起来确实挺惨的，当年是我们家老头子给他小儿子下的葬，摸着胸口说有个窟窿，大半是石笋或者树枝扎的吧。对呀，你也别眼红人家了，也许上天看他死了个儿子，看他可怜，补偿给他的呢。哎呦，说什么呢？走了，走了。谢谢了二位。清溪4年前失足坠崖，刘公，这中间有什么关联呢？简直一团乱。你们今天去清溪查的怎么样了？更混乱。清溪那儿风景怎么样？以前可是个有名的猎场，长安的纨绔子弟最爱去那儿了。可是4年前不知怎么就渐渐荒废了。你是说，那儿4年前是个猎场？又是4年前，这个节点上，小儿坠崖，猎场荒废，还有大儿子剑南学医。我明白了。什么？当时那老妇对着灵牌感叹刘公子遭了报应，说明他家小儿子并非是失足坠崖，而是与刘公子脱不了干系。村民说小儿胸口有个窟窿，我看周围地貌并无生长石笋的可能，所种植被也都是柳树，树枝怎么可能当胸灌入？子素，你刚刚说过此地曾是猎场，几乎就可以推论小儿根本不是坠崖，而是中箭而亡，而射杀他的人就是刘公子。误杀，或者有意，这都有可能啊。那老妇为什么说谎？我还记得，子素你曾经说过，这刘公跟吏部的孙元周是多年的死对头，互相都想抓对方的把柄。刘公子射杀平民，等于给刘公的对方政敌竖了一个靶子。对，那刘公必然想把这件事给埋下来。村民还说，他家大儿子4年前去剑南学医，可是一个拾荒为主的家庭，怎么能凑足盘缠送儿子去剑南学医？可见他们家4年前得到了很大一笔钱，估计就是刘公给的封口费。那4年前猎场渐渐荒废，多半是刘公所为。那这些就都能说得通了。可是那个嫌疑最大的大儿子人在剑南啊。不，他就在长安。这又从何说起啊？那老妇对着牌位感叹因果报应，可见他刚刚才收到消息，而他腿脚不便，长居在家，消息自然是别人带给他的。李治，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他桌子上那盘栗子糕，正是长安城里天香楼的名点，当时可是一口未动。说明刚送来不久，而送栗子糕的人就在长安。想必此人早就计划好想要报仇，所以故意放出消息去剑南学医，以打消刘公的疑虑，然后改名换姓留在长安，学成医术，伺机杀人。走，去医馆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尽数回避。走。是。
你们干什么？事情不是已经了结了吗？哦，又是刘公指使你们来无理取闹的吧？哼，找到这个，您看看。你弟弟惨死了，自有王法可以替他伸冤。你身为医者，本应心怀仁德，却痛下杀手，与刘公子何意？慢着，仅凭这药丸，你们就胡乱抓人？大理寺从来不胡乱抓人。你偷偷培育这种皮影，一直等着复仇。刘公子身体抱恙，地丁3钱，你正好迎来了最好的复仇时机。你利用学徒的身份，随着师傅前往刘家，给他服下这种特制的药丸。我说的可有错吗？这药丸上是有虫和虫卵不假，但我行医多年，还从未听说过皮影可以破腹而出，夺人性命的。我告诉你，这虫卵是可以被人的胃液消化的，根本杀不死人。哼！你们不信？师傅，我要是死了，我的徒弟任凭你们处置；我要是还活着，无凭无据，你们不能带走我徒弟。如果不是因为皮影，这刘公子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可这蛆虫又是从他体内爬出来的呀。据陈大夫所言，胃液能够将虫卵消化，他自己也吃下了虫卵，证明确实如此。如果真的如这个陈大夫所说，可这个虫卵的确是从刘公子的身体里爬出来的，除非刘公子在当时吃下虫卵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或者是生命垂危。那也就是说，陈大夫服下的这个虫卵数量，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闹出人命的。可是对于将死之人元气衰竭所吞下的虫卵，在胃液里面只能服食一部分，而剩下的一部分就不能被消化掉，便会在体内迅速繁殖，直到咬破皮肤而出。那这刘公子真正的死因？这尸体里里外外我都查了个遍了，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就差把这个头给打开了。头，这，怪我一直受蛆虫的干扰，竟然没有发现这个。